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日式焦糖硬布丁。与普通的布丁不同，日式硬布丁在口感上更加绵密扎实，鸡蛋和牛奶的风味更加浓厚，但同时也保留了布丁应有的细腻和弹性。焦糖的微苦与布丁的香滑甜美结合，每一口都让人陶醉。今天的食谱能做4个容量大约在170毫升左右的布丁。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平底的耐热容器，先来熬焦糖。需要的材料有细砂糖50克、水15克、热水25克。将50克砂糖和15克的水都放入小锅中，晃动锅子，让所有的砂糖都被浸湿。这里水的用量很少，但足以浸湿全部的砂糖。水在这里的作用是作为导热的介质，让砂糖在加热的过程中能够受热均匀。以中小火加热，让锅中的糖水缓慢升温，融化砂糖。期间可以不断晃动锅子，让受热更加均匀。最好不要用勺子等工具搅拌，这里糖水的浓度非常高，搅拌工具上析出的糖粒掉入锅中，容易让砂糖重新结晶反砂，最后就没办法形成浓稠的糖浆了。要加热到锅中的糖浆形成深琥珀色，这里不用怕熬煮过头，因为制作这款日式硬布丁，焦糖熬得稍微过一些，带一点微微的苦味，会更加好吃。除了看颜色，焦糖快熬好的时候，你也会看到锅里有一些油烟产生。当这些烟比较浓重的时候，焦糖也就差不多了。此时加入热水，并关火，让水在锅里沸腾一会儿。我们的焦糖就做好了。平均倒在每个容器内。轻轻晃动容器，让焦糖均匀覆盖在容器底部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来做布丁的部分，先将烤箱预热120摄氏度或250华氏度，准备一些8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，方便等下水浴烘烤使用。制作布丁需要的材料有全脂牛奶300克、淡奶油100克、蛋黄2颗、鸡蛋3个、细砂糖45克、香草精3克。这里鸡蛋相对于牛奶的比例比较高，这也是硬布丁口感紧密扎实的原因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，减少鸡蛋的用量，将蛋黄替换为全蛋，或是增加牛奶的用量，最后的布丁会更加水嫩一些。将鸡蛋和蛋黄放入容器内，以手动打蛋器搅打均匀。这里不需要打发，将蛋清和蛋黄混合均匀就好了。在锅里加入牛奶、淡奶油、细砂糖，以中火加热，期间轻轻搅动，帮助砂糖溶解。加热到锅的边缘有细密的气泡，锅中牛奶微微沸腾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缓慢地将牛奶倒入蛋液中，并不断搅拌。刚开始要倒得慢一点，太快的话可能会得到一盆蛋花汤。加入香草精，并搅拌均匀。这里可以放心大胆的使劲搅拌。烘烤的方法正确的话，是不会有气泡产生的。用一个细一点的筛网将蛋液过滤一遍，可以去除掉一些没有搅匀的蛋清。为了方便等下倒蛋液，我这里是选择了一个大一点的杯子做容器。把蛋液倒入容器前，可以再过一遍筛。紧贴容器缓慢倒入，最后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气泡在表面了，如果有的话，可以用勺子轻轻地撇去，盖上锡箔纸，并在表面戳几个洞，方便热气排出。
把布丁容器放入一个大一点的有些深度的烤盘中，加入80度左右的热水到容器的一半高度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烘烤70到80分钟。具体的烤制时间跟你加的热水的温度、布丁容器本身的厚度等因素都有关系。如果出炉后发现凝固的不太好，就再多烤一会儿。这里采用低温烘烤，同时加入与烤箱温差不大的热水进行水浴，能够极大减少布丁凝固过程中气泡的产生，最后的布丁内部结构光滑细腻。出炉后自然放凉，然后放入冰箱冷藏至少2小时或隔夜。冷藏好的布丁表面已经完全凝固。这之前，先将底部浸泡在热水中大约1分钟。接着用小刀沿着容器壁划一圈，扣上一个盘子，一鼓作气翻过来，轻轻晃动，会听到扑通一声布丁掉下来的声音，脱模就完成了。我刚才用刀划的时候手抖了一下，这里边缘就有些不够完整，但并不影响味道。想要拍照好看的话，脱模就要小心一点。低温水浴烘烤的布丁光滑细腻，用勺子轻轻敲一敲，能感觉得到布丁质地比较紧密，弹性很好。吃的时候一定要将顶部的焦糖与布丁一起送入口中，焦糖的微苦与布丁本身的香甜互相平衡，浓郁的淡奶香气让每一口都是无与伦比的味觉享受。视频中提到的食材用量、操作步骤以及注意事项等，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和我的个人博客 PhD 咖啡中，方便大家查阅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我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